各位朋友啊，我给大伙说过，我说为什么这海外的华人待得越久就越爱国了呢？因为中国人呐，就是正常的智商中国人，智商正常的中国人，不包括那些足溜运的精神病啊，大部分都有厌蠢症。就是这些年来呢，我们看着西方的这些政客啊，一个个都跟大傻子精神病似的，我们就觉得西方这制度肯定要完蛋了，对吧？你看最近呢，美国的军方的高官啊，他们呢制定了一个计划，先打中国，再灭朝鲜。那位说他打不过解放军怎么办呀？打不过解放军就用核武器把中国给和平了。那位说你这是危言耸听吧？还真不是。这番话呀，是美国的国防部的政策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说的。而且呢，现在美国的1945这个专业的美国的军事网站登出来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前2天的事情啊，登出来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啥呢？说中国沈飞解放军的那个歼50，这是原型机，还带那个空速管的啊。现在的歼50已经空速管已经没有了，基本上已经是成了好几架试飞型号，已经成熟了，可能很快就要列装部队了啊。这是初代的照片。他们说中国的这个歼50是偷的美国的技术，没有什么可怕的，完全都是偷美国的设计的。那有人说，那美国的那6代机现在都没出来呀，只不过是川普办公桌上的一个 PPT 啊，那中国怎么偷的呢？对吧？那你别管啊，你就是偷的。那位说他这说这种疯话的作用是什么呀？麻痹美国人民，说解放军不可怕，解放军的这些装备都是偷美国的，我们才是这个技术的祖宗，别怕他们。麻痹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和军人，这是要准备跟中国干啊！就这个大傻叉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新上任的高官啊，刚在2025年4月就职啊，他可是掌握着美国制定核心国防战略的大权的人呢。他曾经在川普的第1任期内任职，主导制定了2018年的国防战略，将美国的军事重心从反恐转向了应对大国挑战，在共和党圈子里可拥有不小的影响力呢。科尔比的这番言论呢，并非随口妄言，而是在2024年5月接受韩联社采访时明确提出的。当时他就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和战略方向给出了极具震撼的表态，核心的观点始终围绕着优先针对中国展开。他在采访中详细阐述说，美国当前的军事军力过于分散，若同时应对中方和朝鲜2个目标，很可能会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在他看来，朝鲜对美国而言只是中等对手，而中方才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威胁。科尔比当时就说，若美军贸然同时应对2个对手，一旦在与朝鲜的对抗中失利，将会直接影响对华作战计划的推进，最终导致整个战略布局崩盘。因此他认为美国不应该为了盟友而分散兵力，必须将全部重心放在中方的身上。更令人震惊的是，他明确表示，若美国在常规战争中无法击败中国解放军，就只能选择启动核战争。科尔比做出这一极端判断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中国的火箭军已经全面的领先了美国。中国的火箭军作为独立军种，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令美国难以企及的高度，各类导弹型号齐全，覆盖范围广泛。
中国的火箭军拥有从短程到洲际的全系列弹道导弹，无论是东风41洲际导弹远程威慑，还是东风 21D、东风26反舰导弹的精确打击，都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和舰船面临着巨大威胁，这也是美国不敢轻易挑衅的一个关键。科比的这番言论呢，你还别不当回事儿，并非个例啊！近年来，美国高层多次出现类似的极端表态。早在2021年，美国的战略司令部的司令叫查尔斯·理查德就发文称，美国必须正视与中方爆发核战争的现实可能性。当时呢，理查德还列举了中国在核武器和先进武器上的发展，称中方呢正在以冷战高峰期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挑战国际规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回溯历史，始终围绕着遏制展开。此前也有过类似的优先针对某一目标的言论，比如说川普在联大首秀就曾放话，若美国被迫捍卫安全，将完全摧毁朝鲜。当时也曾经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关注。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科比的言论首次将中国放在了优先打击的位置，还明确将核战争作为备选方案。背后正是中国国防实力的快速提升，让美国的霸权思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科比在采访中进一步补充，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基地距离中方过近，一旦爆发冲突，中国的火箭军导弹能够快速的覆盖这些基地，让美军失去前沿部署的优势，这也是他主张先打中国再打朝鲜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还提到，若朝鲜与韩国发生冲突，美国不应该全面介入支援，只需做做样子即可，否则将会重蹈历史覆辙，得不偿失。在他的战略逻辑中，任何可能分散美军的力量、影响对华作战的因素都应该排除。从客观数据看，中国的火箭军的实力提升有目共睹。2024年12月，五角大楼的报告显示，中国火箭军的导弹供应在过去4年里增长了 50%， 核武库拥有超过600枚作战核弹头，仍在稳步增长。卫星图像也清晰地显示，中方的导弹生产基地正在不断的扩张，相关的土地使用记录和建筑许可都印证了中方在导弹领域持续投入。这种规模化现代化的发展，让中国的火箭军的威慑力是在不停的提升。除了导弹数量的这种增长，中国火箭军的作战能力也在不断的升级。经过严格的训练和实战化的检验，火箭军能够在复杂环境下快速展开部署，实现精确打击，同时注重与其他军种的协同作战，提升整体的作战效能。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呢，也让中国的火箭军的指挥控制和情报系统更加先进，能够快速获取战场信息，实现智能化决策。这也让美国在常规战中难以找到突破口，只能寄希望于核战争这种极端的方式了。值得一提的是，科比在发表这番言论以后，并没有淡出美国政坛。2024年11月，川普胜选后，于12月提名科比为国防部的政策的副部长。2025年4月，参议院54比45的投票确认了这一提名。在参议院的这个听证会上，民主党的议员曾经就他此前的极端言论进行追问，而科比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强调美国的战略重心应放在中国的身上。共和党的议员则关注相关地区的问题，他表示需要增加国防开支以应对挑战。截止到2025年12月，科比仍在任，并且持续推动美国调整亚太的政策，试图将军事力量从朝鲜转向中国，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的遏制。这也意味着他的极端战略思维可能会影响美国未来的亚太军事的布局啊。事实上，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小动作不断，无论是在仁爱礁事件中支持菲律宾，还是在相关地区部署进攻性的武器，本质上都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这些举动呢，始终未能撼动中国的国防根基在科比的言论引发热议的同时，2026年的3月，美国又有高官称中国进行了爆炸性的核试验，并企图掩盖。对此呢，中国明确驳斥
这些接连不断的言论本质上都是美国的部分势力中对中国发展的这种忌惮，他们试图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为美国的霸权扩张寻找借口也是在吓唬中国说我要对你使用核武器啦，先打中国再打朝鲜，打不过就核战，看似是极端的战略表态，实际上折射出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的焦虑与无助。随着中国国防实力的不断提升，美国想要通过军事手段遏制中国的想法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这个美国在伊朗打成了这个奶奶样还转过头来还想这个用核威慑来吓唬中国，那真是他们想瞎了心了。说实在的，中国解放军现在我不客气的讲，看谁都像菜鸡，本来也是美国的这个军事霸权这个宝座第一其实这个幻象已经被一场中东战争被打的是荡然无存。现在解放军说你们就是个菜鸡，你还敢对我用核武器洗洗睡去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